我被赐婚了，成婚对象是我的前未婚夫谢九郎。当年他心悦一小官之女，不惜一切退掉了我的婚约，害我沦为上京笑柄，不得已仓皇离开。如今他夫人心丧，只留下3个幼子，他却上旨求娶于我，直言我性情温良，才华横溢，日后定能为他照拂后宅，教养好子女。我娘气得眼泪汪汪，我却喜不自禁，毕竟我腹中孩儿有了个接盘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端坐于花轿，摇摇晃晃地被抬入了谢家，在房中等到了深夜，才等到了酒醉的谢九郎。他也不上床，就坐在地上看着我，一身的颓废。我勾了勾嘴唇，笑了一声，自己放下了扇子。他却猛地来了句：我不会和你圆房的，我也不会和你生孩子。我愣了一下，抬头看向了他，他脸上极其的挣扎和痛苦。你要是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就不能全心抚养孩。总之，你只要管好后院，照料好孩子，我自会给你谢夫人的体面，保着后院里谁都不能越过你去。说完，他紧紧盯着我，目光在我的脸上一寸寸的扫过，看那样子，竟是要我当即表态，估计心里还盼着我发个毒誓，他才能心安。我眼神讥诮，出口也是毫不留情。你可敢将此话对我爹娘讲？可敢在赐婚的陛下、皇后的面前讲？谢九郎闻言红了眼睛，我与阴娘氏，少跟我说你和夫人有情深意重，有本事你为你那夫人守一辈子身，别祸害我啊！前些年你祸害了我的名声清白，如今又诓我嫁进来，守活寡，白搭上一副嫁妆做你谢家的管家婆，世人皆赞你谢九郎皎皎君子，如翡如玉，我却看你臭不可闻。我和谢九郎曾也是青梅竹马，年少有情，自定下婚约后，更是满城夸赞，好一对佳偶。他却故意在商议好下聘的日子，说自己有心上人，执意退婚。彼时我已是19岁的老姑娘，又成为了弃妇，众人闻之无不嘲我。我好不容易摆脱了他带给我的阴影，他又逼嫁于我。我在娘家待嫁时，我娘教了我18招宅斗术，只求我能将谢家后宅搅得鸡犬不宁，让那谢九郎悔不当初。昔日辱我，今日坑我之仇，必须报。可到了我今日出阁，他却又变了主意，咬着手帕，一脸屈辱和心疼。罢了罢了，为娘不求这一口气的痛快，只盼你日后生个一儿半女，坐稳主母之位，莫要落得孤独一人的下场。我用团扇挡着脸，笑得眉眼弯弯。阿娘莫哭，他娶我，我正求之不得呢。娘亲只当我是宽慰他，一直哭到了我上花轿，这般坑害我，居然还敢提出这么不要脸的要求。谢九郎被我骂得脸色涨红，甩手离去。你从前并不是这般，既是冥顽不灵，你便好好受些教训吧。第2日便要拜见温姑，我派人去请谢九郎同去，才知晓他昨夜歇在了妾室房内。我不由得皱起眉头，痛痛快快喝骂，嘴上说着和先夫人多么情深意重，妾室还不是照睡不误。睡妾室怎么就没想到会有其他子女，容易威胁到几个幼子。虽然早知谢九郎是个无耻人物，但我没想到他竟这般离经叛道。一时半会，我有些拿捏不准，有这么个父亲，对我儿到底是好是坏了。我摸了摸肚子，低头暗想，谢九郎迟迟不肯来，洞房不肯进，拜见长辈也不来，这是铁了心不给我面子。我哼了一声，自己去拜见长辈了。谢大人和谢夫人皆是我家故交，但自退婚一事后，两家已是仇敌。谢夫人如今瞧我，也不似几年前亲热，只是面上寡淡。孟氏昨夜为何未与九郎洞房？我也没想到谢夫人居然也要这般针对我。扶着我的丫鬟，手一紧，我按住了她，只是故作不解，我与夫君已是洞房了，夫君酒醒才走的。谢夫人闻言大怒，你还敢骗我？好好好，你若是与我家九郎洞房了，那帕子上。我看向了她身边丫鬟摆出来的洁白金帕，气得发抖。这谢家好歹是100年大世家，竟然这般搓磨我，哪有将此物摆在面上的道理？
孟氏，你作何解释？既是洞房了，为何没有落红？旁边座上的几位姑姐、妯娌，还有几位长辈也目光灼灼地盯着我。我挺直脊背，底气十足道：我乃是寡妇，嫁入你谢家，怎可能是处子身？谢家欺辱我，怎能用这等可笑的借口？我说出寡妇的时候，在场皆是倒吸一口气。谢夫人蓦然瞪大了眼睛，指着我，捂着心口，一副上不来气的模样。几个妯娌赶紧去扶。谢家大郎的夫人一边不住地给谢夫人顺气，一边诘问：寡妇怎可入谢家？我未曾听闻你嫁过人。世家大族，寡妇皆要守节，不可改嫁。家中出了改嫁女，或是迎了二嫁妇，都是玷污了家族百年清明的大事。我袖着手，站在堂中，朗声道：谢家向陛下求娶我时，不曾问过我是否婚嫁吗？好在我那可怜的夫君去得巧，不然谢家怕是要强娶他人妻了。你说什么？谢九郎闯了进来，死死掰着我的双肩。你改嫁他人了？什么叫改嫁？我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那是我头婚的丈夫，谈何改嫁？天地良心，我没打算这么多亲戚在的时候自曝寡妇的事情，我是打算瞒着的。要是谢九郎昨夜与我洞房了，我更想将此事瞒得死死的，日后再将孩子的月份做点手脚，搞个早产，合法洗白。但谢九郎不肯与我洞房，并言明我不能有孩子，那我就只能撕破这张脸皮了。好好的认亲环节闹成了一团。我看谢夫人气的脸色煞白，好心添了一句：婆母，你莫要着急，夫君是官夫，我是寡妇，正正是最相配。谢家光是谢大人这一代就足足有5房人，家族里的分支更是数不胜数。骤然听闻谢九郎娶了个寡妇入门，纷纷上门来。谢夫人跪在长辈面前挨骂，谢大人则在祠堂挨骂。一大堆族亲将府内堵得水泄不通，我只在自个屋内偷笑。谢大人早早就去了皇宫，求谢贵妃说服陛下撤回这份旨意。可我爹更早的就堵在了宫门口，拉着谢大人就要找陛下求个公道。这场婚事是谢家求的，谢家在没有与孟家通过气的情况下，硬生生求了孟家的守节女为妻，这也是打了孟家的脸了。孟家为了遵旨，硬生生将我从夫家的灵前拽走，文人清明、世家规矩都给抛了个干干净净。如今谢家想要退婚，孟家定要不死不休。我爹指着谢大人的鼻子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足足喝骂了3个时辰，骂他不知所谓，一个官夫儿子还想娶清白闺女，骂他谢家不要脸，我孟家的女儿怎会哭等他到20多岁，骂到兴头上，更是保以老全。谢孟两家交好的臣子上来阻拦，拦着拦着都打了起来。陛下气急，只斥谢家不知内情，便贸然求娶，乃是谢家之过，谢家必须接受。陛下还赐了我5品诰命夫人之位，恰好比谢九郎的官位大了1品。谢家退不了婚，也休不了我，而且妯娌们都得朝我行礼。经此一事，原本要我抚育幼儿一事，再也不提。谢九郎的3个孩子全都到了谢夫人的膝下，谢九郎再不来见我，他们还不让我出府赴宴，不许我参加族内大事，吃饭也苛待于我，只许我吃素，天天白菜豆腐的，还不许我自个用小厨房开个荤。我也顺从，披麻戴孝都安排上，夜夜为夫哭灵。谢九郎当即就气得来踢了我的烧纸火盆。我还没死，你天天烧纸钱，莫非是有意诅咒？我跪在火盆前，用手帕擦了擦眼泪。先夫去世不足1月，灵堂都未曾撤走，我本该为他烧纸，守灵。婆母也是极为支持的，还体恤我是守寡之人，特意叮嘱了厨房，莫要犯了我的忌讳。谢九郎的脸色好似吞食了苍蝇一般。自那之后，厨房的饮食就正常了。谢府上下只是漠视我，就当没有我这个人。谢九郎还打算再娶一门贵妾，估计是看我完成不了他的贤良要求。我也乐得自在，毕竟我还要养胎呢。待到3个月时，谢九郎的妾室有孕，这个蠢货存心来我这个注定一辈子守活寡的夫人面前炫耀，还在我面前孕吐。
他是假吐，我却是真吐，吐得稀里哗啦的。府内大夫脉一把，只乐着道喜，九少夫人这是有喜了。有没有和我圆房？谢九郎最是清楚。他当即就提刀闯入我的屋内，你竟敢这般辱我谢家！我斜斜躺在榻上，眼皮一抬，翻了个白眼。我肚子里的种不是你谢九郎的，便是我那故去先夫的，又不曾与人私通，为何辱你谢家？相反，若非是你谢家蓄意辱我，怎会如此？成婚前退婚，这是第一辱；求旨赐婚，却未曾告知我家，这是第二辱；急着要我来做管家婆，硬是逼着我家在10天内把我嫁出来，这是第三辱；不肯入洞房，堂前验怕，细数皆是羞辱。谢九郎被我噎得说不出来话，我只嗤笑。我有时真搞不明白，我和你谢家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要这般折腾我？我和谢九郎不说年少有异，也还是一起长大的关系。他若是真的变心了，想要退婚，多的是时间。我孟家也不会死皮赖脸缠着不放，何苦在我即将要成婚前来谈退婚？各家都已知晓，我也上了年纪，我险些就要被祖母送去出家。好在母亲极力阻止，将我送到了外祖家。外祖乃是一代大儒，也最是疼我，还将我许配给他的得意门生。虽说家境贫寒了些，婆母难缠了些，可夫君俊俏，又细腻温柔，我也实打实的过了好几年的好日子。要不是我那短命的夫君为了百姓为官匪所杀，婆母又想送我去寺庙出家，我何苦去借种要个孩子护身？我看着谢九郎，你若是不服，可敢与我去御前辩上一辩，看看此错是谁错？谢九郎哪里敢？因着他求娶，陛下稀里糊涂就应了，闹出这种逼世族劫富再嫁的丑事。天下文人已是将谢家骂了个狗血淋头，陛下也常被御史劝诫，早就不肯踏入谢贵妃的寝宫了。谢九郎喘着粗气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那就打掉。怎可？我捂着肚子，故意恶心他，这可是先夫的唯一血脉，若要我打掉，我还不如带着孩子一起死了干净。我哭哭啼啼，谢家这边已是闹翻了天，娶了个寡妇，怎还能弄个野种进来？先是谢家妯娌各种苦劝，被我苦苦啼啼的哭诉先夫待我何其好，要是打掉一父子，就不是人给兑了回去。然后是谢夫人围了我的院子，要强行灌我喝下堕胎药，被我暴打了一顿，打得一脸青肿。谢家长辈要来找我麻烦的时候，我直接悬梁了，还写下血书，派人送给了孟家，直言谢家辱我久矣，如今更要杀我孩。我先夫乃是为了百姓而亡，现在竟连一点血脉都保不住，我无用，倒不如带着我那孩一起走了。我被救下后，我娘派人去请来了我的前婆婆。我那前婆婆地主悍妇，手段之高，连我都招架不住。知道谢家要害死他的孙子，他直接去撞了宫门，血溅当场。被人救下后，只谗言道：吾儿非为大家子，勤学苦练不曾歇，有幸得登青云阶，夙兴夜寐治匪患，不幸亡于匪屠刀。在这之后，他便晕了过去。我那先夫的身份也经此转了出去，农家出身的寒门子弟，3年前的状元，为官以来更是有名的能臣，因护着百姓逃难而殉职，而我腹中是他唯一的骨血。夫君过世没几次，谢家便逼迫我过门，现在又要害我腹中子。群情激愤的寒门学子直接围住了谢家大门，什么臭鸡蛋、烂菜叶都往谢家的大门口丢。我那前婆婆也是个命硬的，没死，醒了，闹着要我的孩子。可谢夫人却言，这孩子兴许是谢九郎的。就有学子问了，既然是谢九郎的，那又何必弄死？最后还是我的皇后姨母出面，让我先归孟家，生下孩子后许两姓，日后子嗣分为谢、高两子。我悠哉悠哉地归了孟家，前婆婆还要和我夺子。我只一句，婆母便对谢家的家财没点念想。我嫁都嫁了，不能白嫁，这谢九郎的资产必须得有我儿的一份。故而
生下孩子后，我便带着钱婆母回了谢家，由她盯着，我放心得很。谢家见到我这位先婆母的时候，一个个恨得牙痒痒，可他们不敢再和我发生冲突了。他们不能休妻，不能和离。我娘家还在，陛下亲自赐婚，他们也不敢让我死了。我谢孟氏注定是谢家洗刷不掉的污点。谢九郎刚开始还气急败坏的，不肯见我，但见我带着孩子和钱婆婆过得融洽，又不甘心的来我面前刷存在感。孟家阿婿，你就这般绝情？彼时我正在院中摇椅上小睡，听闻这话，我睁开了眼。又怎么了？你也是有女儿的人，怎么狠得下心还安厌的胎？我抬头看他，就问他，我女儿都不是你的，这辈子也不会给你生孩子，也不争夺你的宠爱。我吃饱了撑的，害你妾室何处出？谢九郎涨红了脸，这了许久，愣是没说出话。我以前一直觉得谢九郎人品低劣，现在想想，又觉得他或许只是脑子不好。我非常之好奇地问道，谢九郎，为何你要求娶我？不是因我贤良吗？谢九郎立刻反驳道，你个善妒之女，当年还没和我成亲，就屡次欺负英娘，后来还故意做手脚，害死了英娘，就为了嫁入我谢家。我要是不娶你，你保不齐害死我的孩子。谁害你的英娘？我觉得可笑。若说有婚约时，我是你堂堂正正的未婚妻，未来的夫人，我需要嫉妒谁？直接打死得了。若说你成婚后，要不是你家哄了陛下下旨，我都不能再嫁。我满是嫌弃地说道，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，我会为了你害人啊？你是世家嫡出贵子，我也是大家族培养出来的嫡女，不嫁给你，嫁给其他人也是一般的。说是年少有情，可那情轻飘飘的，风一吹就散掉了。换做其他好儿郎，我照样能培养出来。又被我讽刺了一通，谢九郎便去查了，查出他那个英娘并非面上那般纯善，自导自演，多次被我所害。只是因为所有人都说迟早谢九郎会改娶大家女为妻，他会死也是自己做，非要陷害我一波，还想着日后绝子，给自己下了容易血崩的药，一下子完脱了。偏偏他死了，死前还要抓着谢九郎的手，苦苦哭求他娶我，美其名曰我若不能得偿所愿，肯定要对他的孩子下手。我不懂这英娘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嫉妒我，想要我以后永远逊于他，还是觉得谢九郎对我有防备，这样的人会提防着我，对孩子最好吗？突然得知真相，谢九郎气疯了，毁掉了所有有关于亡妻的东西后，他又来对我说，阿旭，我后悔了，我们可否重来？就如岳父所说那般，我是官夫，你是寡妇，我有儿子，你有女儿，正好，谁也别嫌弃谁，我们谁也别斗气了，日后就好好过日子好吗？他将姿态放得很低，许是误会了我，觉得要补偿于我，便将自己枕边的位置许了出来。我果断拒绝，不好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在这之后，我再不见谢九郎，免得他又发疯。他因为看破了亡妻的真面目，连带着对几个孩子都不怎么上心，还把孩子丢到了我这里来。我都沉默了，他总不能是让我虐待孩子出气吧？我对待孩子倒也算是温柔，但怎么说呢，不愧是女游侠教出来的孩子。谢九郎的长子上来就是双眼泪花，情真意切。爹爹从前分明说过，此生为母亲一人为妻子，这又是哪位姨娘，倒不曾见过他给母亲牌位上过香。我微微一笑，这孩子已是7、8岁的年纪了，也知我是他的新母亲。看他挑衅的目光，我便知道这孩子养歪了。我叫人把他给吊了起来，说一句他的错处，就抽他一鞭子，硬是抽了他20鞭子，再叫谢九郎来领回去。谢九郎见到血人，立刻绷不住了，你这是为何？我儿还年幼，我看都懒得看谢九郎。我孟家教子素来如此，若是觉得我恶毒，你就自个教呗。谢九郎又气又恨，赶紧抱着孩子走了。2个小的孩子也哭哭啼啼跟着跑了。身边的丫鬟都愕然，夫人，你何苦帮这一把？我也是无奈，
到底是做了母亲的，于心不忍。本身母亲就非名门出身，身份尴尬，若是失了父亲的喜欢和怜惜，这3个幼儿在谢府的日子过得会非常艰难。尤其是都有人教唆他们来挑衅我了。虽然我无意做什么好主母，但既然对准了我，我也就顺势查一查。于是查到了谢九郎身边那个带着肚子的妾室身上，他之前还假装滑胎陷害我，谢九郎还来问责过我。为了一招解决烦恼，我给谢九郎下了毒。谢九郎立马人事不省，一堆莺莺燕燕在房里哭。我直接说了，你们谁再把主意打到我头上，下次我就直接毒死算了。大家一起守寡，反正我也守过一次了。众位妾室那叫一个噤若寒蝉。我又赶在了谢九郎醒来前，把那个大肚子的妾室送去了庄子上。不想这个孩子生来克父，就给我老实点。妾室们彻底老实了，但我的日子越发波澜壮阔。我借种的那个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，他居然是陛下养在佛寺的长子。当初我玩腻了，就把他给踹掉了，还以为此生不会相见了。宫宴上，他的目光总往我身上瞟，后来他又对我围追堵截，还拿出我贴身之物，是要我承认和他那段缠绵的过往，还有我的女儿是他的。我怒了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直接在皇后姨母的宫中约见了他。过往之事过了就好，何必再苦苦纠缠？他手持佛珠，坐于上首。我没打算让我的女儿叫别人爹，所以孟旭，你必须嫁给我，让这孩子记在我的名下。怎么可能？我这都2嫁了，拉扯个孩子怎么可能嫁给他？他还是个半和尚，他的眼神却很是坚定。你若是有本事，你就操作吧，做个皇子妃，做个孟妃，日子确实也不差。尤其是他还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我不用总提防着。谢家又不让我去参加宴会那些的，我早就呆腻了。我只是随口一提，我没想过他真的干得到。谢九郎病得很重，来看的大夫都说要准备后事了。国师一出关就说我命格太贵重了，必须和谢九郎分开才能保住他的小命。谢家有了由头，立刻赶紧求了旨意。他们早就不想要我这么个谢家妇了。我前脚和离，后脚国师又说我和大皇子的命格非常匹配，适配到一起可以压制大皇子身上佛气的绝佳命格。和我成婚，大皇子就不用继续待在佛寺了。扯淡的是，陛下答应了，他把我赐婚给了大皇子为正妃。大家族里无人不知，大皇子的生母乃是陛下的心上人。当年陛下多次想要让大皇子成为太子，大皇子都一病不起。国师下山把大皇子带进佛寺，大皇子才能好转。只因大皇子命格特殊，和皇位相克，若是和我在一起，大皇子就不再为命格所累，那他不就是太子？而我成为了太子妃。我没有成为太子妃，因为我直接升级成为了皇后。因为皇帝驾崩了，留下旨意，大皇子登基，于是我也就顺势升级了。皇后姨母一直无子，早就做好了新帝登基后日子不好过的准备。没想到新皇后居然会是我。姨母从我成为大皇子妃那天起，就是掩饰不住的笑容。我成为皇后之后，她更是憋着一口气收拾往后的仇敌，而谢家更是迫不及待地将谢九郎赶出了皇城，生怕陛下哪一日想起他，就将他杀了。而我以3嫁之身成为皇后，日子也不是很好过。前朝闹选秀，闹无敌长子，一个个的都在盯着我的位置。奈何陈玄策每次奈妃刚刚靠近，人就晕了。国师说了，陈玄策天生就不是能进女色的，要不是知晓国师和陈玄策勾结了，我还真的就相信了。我的新夫君陈玄策就更加折腾我了，我那叫一个悔啊！为何要自找苦吃呢？睡眼朦胧间，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。当年我被谢九郎退亲时，祖母执意要我落发出家，母亲不肯。当日夜里，祖母身边的嬷嬷过来令我自戕，
白绫在我脖子上缠了一圈又一圈，若非我母亲有所感应，及时来救，我早就死了。后来她不得已将我远远送走，送到外祖父的身边。那段日子称得上快乐，直到我的夫君没了，我的婆母嘴上要我出家，却是暗示我要殉夫，以保清白名声。我不愿，我不想死，也不想出家。于是我在去佛堂办事时，用7日的功夫勾引了一位长相俊美的俗家弟子。后来呢？叔伯兄弟为过头妻就抢财产的画面，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我不愿意一辈子困在那等地方。我知晓那位英娘算计我的事情，知道是他怂恿的谢九郎故意在成婚前夕闹退婚，害我至此。一贴红花汤，便轻轻松松断掉了他的生机。我派人告诉他，我若是嫁不了谢九郎，他的孩子别想活了。于是有了他托孤之言。我回到了上京，回到了本来的位置。为了报复谢家，我还打算混淆了谢家的血统。可惜谢九郎太痴情了，痴情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要脸。那我也只能撕破脸，和谢家斗上一斗。我孟家阿旭素来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物。睡醒时，我的怀里抱着女儿，身后是搂着我的陈玄策。他迷迷糊糊地对我说：“今日带你去城外跑马可好？”我嘤咛一声，露出笑容。御史又要骂你了。不管陈玄策将头埋在我的脖颈里，深深吸了一口。那群人天天就知道骂人，反正都挨骂了，那多骂几句，少骂几句也一样。我笑了。陈玄策，你到底是何时喜欢我的？第一次见面，在佛寺动情。我刚想揶揄几句，他就说不是。我愣了一下，不是，那是什么时候？自己想。我撒娇地往后摸摸他的脸，我想不起来，告诉我吗？他抱得更加紧了。那我便告诉你，书院后山有个小姑娘，因为捉不到鱼，气得拿棍子打水，一身湿了后，她就脱了外裙，扎着裤脚，打着赤膊下了水捉鱼。我顿时大窘，那是我刚刚被退婚的时候，在发疯。毫不夸张地讲，路过的狗都要被我踢2脚。那时候我就想，多有意思的小姑娘，要不是我的，也太可惜了。后来你在佛寺主动勾引我，我就想，美人入怀，我该入红尘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